这是一部只看名字就能让无数观众谈之色变的电影。惊不引起麻烦，安妮回了营地，而小帅独自在湖边休息，还拿出隐藏的手机打发时间。然而可怕的噩梦他来了。时间来到第二天早。地安全，老师当然知道，不过走丢一人，回去他也会被追究责任。老师快烦死了，直接让小胖佐住2片。随后3人来到一处林中小屋，确定没人回应后，他们直接进去了。屋里脏乱不堪，好像很久没人住了。忽然地下室传来声响，打开入口后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顺着楼梯下去，老师被吓了一跳，案板上竟是小帅的尸体。他们意识到了危险，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食人魔弟弟回来了，3人只能藏进地下室。不过令人绝望的是，食人魔弟弟竟也要来地下室，这可把3人吓傻了。好在有扇小窗可以逃出去，可是就在3人快要逃走时，老师发现了小帅的手机，要是能拿到手，就能拨打电话报警，几人也能得救。抱着试试的态度，老师决定拼一把，但食人魔弟弟真的很强。老师送了人头，西雅2人吓懵了，他们只想逃出这里，可是又不知往哪里逃。与此同时，留守的安妮和巴尔互诉衷肠。安妮是人人眼中的公交车，而巴尔是个隐藏同志。彼此了解后，2人义结金兰，成了好姐妹。当巴尔再次询问安妮时，安妮被木棍穿了后，巴尔吓得拔腿就逃。然而他还是很幸运，这附近有个教堂，还停放着神父的车子。他向神父诉说刚才的遭遇，请求神父赶紧报警。但是很可惜，神父拨打了好几次，却无法打通。不过神父话音刚落，电话铃却响了。巴尔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，而神父一脸淫笑地坐在面前。原来神父早就留意他了。上次改造的时候，神父就发现巴尔是个同志，可惜那时没有机会。不过这次绝不会错过。忽然，外面的响动打断了神父，原来是碎木机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竟然自己转动了起来。不等神父想明白，巴尔真是个倒霉孩子，刚脱离了虎口，又入了狼窝，谁知那个老虎又追了过来。可这教堂又没地方躲藏，没了办法，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，希望能躲过一劫。但食人魔哥哥的嗅觉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
与此同时，西雅和小胖很幸运，他们被一个老大爷收留。当大爷得知他们的遭遇后，随即告诉他们怪物的来历。这附近曾经住着一个单亲母亲，她养育着一对双胞胎。只能任凭食人魔哥哥爬上车顶，用斧子一下下劈砍。幸好关键时刻车子打着了，但是西雅没有争着逃跑，而是把车子挂上倒档，狠狠地撞向食人魔哥哥。西雅的智商很在线，他生怕食人魔哥哥没死透，把车子挂上前进档，朝着怪物又撞了一次。看着倒地不起的怪物，西雅这才放心离开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时间来到晚上，两个酒鬼哥们路过事发地，隐约看到地上有人。